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推理延伸拒绝服务攻击。香港科技大学与浙江大学合作揭示新型攻击。该攻击利用护栏的推理能力放大延迟和算力，延迟放大最高148倍，算力消耗13至63倍。主流闭源大模型如 GPT-4 等均受影响。攻击者不绕过护栏，而是让其陷入无限死循环。安全护栏从坚固护盾变成了致命弱点。无论开源模型还是闭源模型均无法免疫，这是 AI 安全领域一次范式转变级别的发现。该攻击将护栏深度推理转为强大算力放大器。攻击载荷让护栏令牌输出暴涨最高63倍，真实系统延迟放大高达148倍。系统因延迟暴涨而完全丧失可用性，无法响应传统防御，面临电车难题，强制截断进退两难。截断时要么拒绝合法用户，要么放行恶意操作。更令人担忧，底座模型越聪明越易跌入死循环。护栏引以为傲的推理能力成为最致命的软肋。过去聊天机器人时代 ，AI 只回答问题，它没有真实世界的交互。防御手段非常原始，关键词过滤加正则表达式。面对自然语言伪装，这些方法容易被绕过。现在进入自主智能体时代。AI 能读取网页、修改代码、执行工具。行业标杆防御是 LLM 推理护栏，它抓取完整上下文，做多维度深度推理，并输出结构化裁决。攻击者不再试图绕过护栏，他们选择直接攻击护栏本身。传统方法是伪装恶意指令欺骗 AI， 新方法则是注入特定格式的伪装检查表。护栏被海量无意义的评估表单淹没，这些表单让护栏陷入无尽计算循环，最终护栏永远无法输出裁决结果。系统因此彻底瘫痪，失去可用性。良性环境用固定模板快速评估，输出安全结论耗时极短。被投毒后，护栏误认诱饵为模板，生成更多章节，注意力锁定在伪造表头，形成永不终止的死循环，最终永远等不到裁决结果。系统因此陷入瘫痪。护栏最强的结构化推理模板反成致命软肋，攻击者无需真正绕过护栏，只需让它算不出结论。最终，系统被自身防御拖垮，导致服务彻底瘫痪。这种攻击利用 AI 过度遵循指令，几乎无法防御。传统 DOS 攻击试图用难题转移 AI 注意力，攻击失败且放大倍数不到 1.2 倍。护栏模型经过严格对齐，直接忽略无关内容。本文攻击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，它主动顺应 AI 最熟悉的审查任务。攻击者注入结构化格式，让护栏过度敬业。护栏不是被分散，而是陷入无限填表循环。这种顺从性悖论成就了成功攻击。攻击使模型陷入了注意力循环，平均注意力权重猛增了 9.6 倍。模型不断重读自己生成的结构。与此同时，熵值发生了塌陷，生成时的单 token 香农熵下降 50%， 从 0.264 比特骤降至 0.132 比特。这些数据证明模型停止了真正思考，它变成了毫无主见的填表机器。攻击者仅用约800字符的极简诱饵，诱饵包含分类枚举、深度枚举及反捷径，还要求强制校准到 0.5 与10数值。模型被诱导输出超过5万字符的垃圾。该攻击实现 token 放大倍数高达63倍，如此小的输入代价带来巨量的计算浪费。攻击巧妙利用了结构化模板的关键特性。该攻击充分揭示了推理护栏的结构脆弱性。攻击者利用树搜索框架自动挖掘漏洞。该框架先投放初始种子，再变异生成多个变体，然后评估每个变体的废话长度，保留最长的，循环迭代，逐步进化出更有效的载荷。方案一使用大模型作为驱动，零知识启动，它可以应对复杂场景，挖掘未知攻击模式。方案二采用机制感知变异，直接操作结构槽位。这种方法成本极低，适合大规模高频实战。方案一让一个大模型扮演黑客角色，提出攻击载荷，策略库与附带载荷共同输入给提议者大模型，提议者大模型生成子代变体，并更新策略库。动态策略库让模型在攻击中不断总结经验。这种方法只需一个初始种子即可。零知识启动，它能从零开始发现完全未知的攻击模式。实验轻松挖掘出导致完全死循环的终极诱饵，这意味着攻击者可借助 AI 自身能力攻击护栏。方案二采用机制感知变异，直接操作结构槽位。它抛弃了昂贵的语言模型，
依靠3大算子突变操作，包括增加分类模块、打乱证据顺序等，同时加强反捷径指令，防止模型走捷径跳过。早期商阻断器能快速识别并丢弃无意义变体，单个变体生成成本因此直降 6.6 倍，而且无需调用 API 接口，适合大规模实战，这让攻击者能以极低成本快速投毒海量目标。该柱状图对比了本文攻击与传统方法的放大倍数，传统4种攻击方法的放大倍数均不超过 1.2 倍，其中最高的是 Reasoning Bomb， 仅达到 1.20 倍，而本文攻击的平均放大倍数高达 27.7 倍，其局部峰值甚至高达 63.4 倍，这相比现有最强基准提升了约23倍，并且它是唯一能触发持续推理死循环的攻击，这证明了该攻击方式具有范式级的效力。代码智能体的护栏让大模型同时写代码并审查。攻击面包括配置文件、自述文件与代码注释。攻击者在自述文件中埋入互相矛盾的安全条款，正常任务耗时仅为138秒，攻击后飙升至59分钟。这一结果意味着推理延迟被放大至 36.3 倍。图表显示，自述文件产生的推理令牌平均放大 25.9 倍。该攻击的深远危害在于供应链持续投毒。黑客通过恶意合并请求锁死所有开发者智能体，多智能体系统的共享护栏成为致命瓶颈。所有协作智能体共用同一个核心安全模块。攻击者通过内部通信消息传递载荷，单次护栏验证耗时高达730秒，延迟被放大了惊人的148倍。一个被污染的智能体导致对头阻塞，其他无辜智能体排队超时纷纷失效，全网吞吐量因此暴跌 23.3%。网页智能体的防御基于 DOM 数和页面元素进行安全评估。攻击面是隐藏的 DOM 元素，人类肉眼不可见，但 AI 必须读取。针对多表单结账任务的攻击极具破坏力，原本只需10秒的评估被硬生生拖延至21分钟，延迟放大倍数高达131倍，消耗超16万 token。任意恶意网站只需植入一段不可见的 HTML 标签，就能无差别静默瘫痪所有来访的 Web AI。这种隐蔽性让攻击几乎无法被传统安全工具发现。桌面智能体的3重检查架构号称最严密防线，但此次攻击让这一防线变成了超级放大器，一次注入被自动放大3倍，达成3倍乘数效应。单次操作耗时接近3分钟，破坏力显著放大。更致命的是，攻击具有跨应用持续感染能力，载荷一旦出现在屏幕角落，就会拖垮后续所有操作。这种幽灵般的存在让系统难以彻底清除威胁。3重检查从护盾变成了攻击者的最佳放大器。危害全景图汇总4种场景的防御架构与攻击面。代码智能体的最高延迟放大达 36.3 倍多。智能体系统对头阻塞引发全系统吞吐量崩溃。网页智能体隐藏 DOM 标签造成131倍放大。桌面智能体3重检查反成跨应用感染放大器。表格显示，无论何种 agent 架构都难以幸免。攻击通用性源于推理护栏结构化模板缺陷，任何依赖深度推理的 AI 系统都将面临风险。跨模型传染实验表明，主流大模型在攻击面前全线失守。开源模型中最高达 63.4 倍放大死循环极其严重，闭源黑盒同样沦陷，商业闭源模型无一幸免。GPT-4o mini 的延迟放大 27.6 倍， token 放大高达 39.3 倍，攻击无需针对性适配，直接作用于商业闭源巨头。这并非特定模型的 bug， 而是指令遵循机制的共性缺陷。所有遵循指令的大语言模型都存在这一底层范式缺陷。攻击揭示了深度推理架构在结构化模板下的致命脆弱性。传统安全分类器在入口拦截时完全失效。攻击载荷拥有极高的自然语言流畅度，它们看起来像专业安全分析术语，隐蔽度超过 0.999。常规困惑度过滤器无法分辨，将其视为高质量业务数据，无法察觉其中的结构性陷阱。入口过滤机制形同虚设。传统思路是强行设置 token 生成上限，比如最多思考10秒，超时后如果默认放行，黑客指令可能在未审查下被执行。超时后如果默认阻断，系统会拒绝大量合法用户的请求。无论哪种选择，攻击者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这就是粗暴截断带来的典型电车难题。防守方无论选左还是选右，都会付出惨重代价。
安全底线被击穿或系统服务被瘫痪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因此，单纯靠时间硬限制无法真正抵御这类攻击。一个常见直觉认为更强模型能识破这种轨迹，但研究揭示了反直觉结论：越聪明越脆弱。模型推理与指令遵循能力越强，脆弱度指数上升。更强模型一丝不苟执行攻击载荷的冗长模板，它们因此陷入更深更长的死循环，无法自拔。这个困境源于模型对指令的高度服从。攻击利用模型最骄傲的能力——深度结构化推理。因此，这不是特定模型缺陷，而是底层范式共性。推理延伸 DOS 攻击揭示了 AI 护栏架构的结构性挑战。攻击者利用深度结构化推理这一最强能力来反制系统，这并非临时补丁就能修复的孤立漏洞。整个行业需要重新审视思维链越长越好的盲目追求。未来防线必须具备计算成本硬边界，同时还要对诱导性推理架构免疫。也就是新一代主动安全防线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。在全能 AI 代替人类做出重大决策之前，我们必须确保护栏不会被伪装代码轻易耗死。